Hello， 大家新年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股玩。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日产 Canopus 刃系列套股。提到 Canopus 的股，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陌生，和其他3位日系三杰比起来，它更像是日本的国民股。不仅主要产品都是日本生产，在日本的乐器店中也极为常见。不少日本的本土乐队，比如东京事变，也能经常在他们的演出或者 MV 中看见 Canopus 的鼓出现。虽说是一个日本品牌，但他们对中国文化充满敬意。Canopus 的名字就取自于中国古人言中的南极老人星，代表着和平和繁荣。品牌更有中国毛笔的元素，看似随意的一笔，如果去掉的话，是不是秒变电视机、电冰箱品牌了？他们很早就重视中国市场了，赞助猫、MIDI 音乐节等演出领域，很多鼓手都有和 Canopus 的合影，包括我自己。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官方介绍，这网页让我想到了20年前用猫上网的时代，有没有？在网络上几乎没有他们的工厂信息，只有一张在东京走路去办公室的地图，这个实在是太朴实了。不过，据日本业内人士说，他们的工厂很小，产量随缘，所以造不了特别出街的型号。我觉得有这样一份坚持，在当下来说还是挺难得的。本期的主角刃系列就是他们入门的日产套股了。
他们对于这套鼓的宣传语十分霸气 ，Unbeatable price, incredible sound, made in Japan， 无敌的价格，难以置信的音色，日本制造。标准五鼓有5款颜色供选择，官网上还列出了2个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颜色。然后对于外观，他们有一个有趣的描述：为了更有竞争力的价格，任系列没有使用硝基氢漆，而使用了一种更节省时间成本且和其他高端品牌相同的哑光漆面。这不是有点明白着吐槽其他品牌不如他们厚道吗？而且这个看似朴素的漆面，伴随着华木的纹理，看上去还真的挺漂亮的。最后说一说这套鼓的配置，尺寸有点特别，22×18、10×8、12×8、16×16，两个悬挂通鼓是相同的深度，十分少见。全华木的配置，军鼓则有华木和枫木2款选择。本期另配的是一支枫木的14×5.5的军鼓。本以为这个8丁的军鼓是不是级别不够，最后发现它的所有军鼓都是8丁的。官网的信息中并没有说明它的鼓腔层数、厚度以及和鼓皮接触的角度。在硬件上，鼓耳很有设计感，就如刃一样的犀利。可以说能排在自己最喜欢的鼓耳设计前3名的那种。2个鼓耳更可以合体在军鼓上，不过其实是一体的。每一个鼓腔内部还印有生产日期，比如我这套生产于2020年，还有大大的产地信息。细节上每一个螺丝都有3层垫片，理论上更不容易跑音。整套鼓的最大槽点应该就是鼓皮，用的是 Raymond 中国产 UT 单层。我想除了节省成本，可能更大的考量是为了在产品规划上做区分，避免以下犯上的局面。好在鼓皮更换并不麻烦，并且经过这次录音，原厂鼓皮的表现虽不出彩，但也没有过失。当然我会更爱使用 MS-G2 这类的双层鼓皮。还有一个槽点是我录音时遇到的，那就是通鼓悬挂对于大多数的鼓话筒夹子都不太友好，我的604和拜雅都无法加上。当然这种小事情难不倒我整了一套舒尔贝塔系列，轻松的搞定了。由于2个通鼓相同的深度，听感上10寸会更饱满一些，但也会显得12寸的通鼓有一些平淡。整套鼓硬件用的都是之前介绍的直布罗陀游行框架，经过录音期间的使用方便且可靠。对于底鼓是否容易蹭到框架的问题，至少在我这一张宜家儿童地毯上大可放心。之后将带来它的原厂配置的干声试听，我的个人使用感受是，军鼓在这个价位和级别上来说表现非常出色，其他的鼓组受于原厂鼓皮的限制，虽然表现尚可，但还可以更好。
最后总结来说 ，Canopus 的刃系列是一款综合性能出色以及高性价比的日本原产套股，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，祝大家虎年大吉，股技大增。希望本期视频给你带来有价值、有帮助的信息。我是 Pipa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